Hello， 大家好，又到了拆玩具时间。但在拆玩具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要拆玩具这件事情。因为你看啊，像这个玩具，它就有塑胶壳，然后螺丝起子，然后马达、垫片啊、喇叭等等啊，还有电池。可是啊，当我们布完或者是它坏掉，你直接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然后它再进焚化炉，你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土壤污染跟空气污染的部分。所以啊，希望大家就是在丢掉垃圾桶之前，可以先将它进行拆解，然后你可以会拆出3个部分，你可以帮它分为3个部分，一个啊就是塑胶壳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是金属的部分，你可以先分为这两个地方，然后这2个地方是可以拿去资源回收的。再来就是电池的部分，电池的部分我要特别讲一下，因为电池的尺寸很多种，所以麻烦大家就是假如要回收它的时候，要记得先帮它分门别类。另外呢，要拿去哪里回收？其实便利商店就可以回收了，很容易。再来啊，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当然是不可能用纸箱回收电池啦，你会拿一个密封的罐子，因为电池会有漏液的可能，所以就是大家尽量拿密封的罐子把它装起来，会比较安全。好，接下来呢，是不是很简单？接下来啊，我要来介绍工具的部分。你会需要用到的是几个不同尺寸的螺丝起子，像这个大的、小的，跟这种万用工具组，我非常推荐，就是一组打天下。然后再来，你会需要剪刀来剪电线。好，你还会需要一个老虎钳，像这老虎钳，你就要把垫片拔起来，或者是一些比较顽固的金属，你就需要这一支老虎钳，非常好用。然后啊，其实你在拆玩具的时候，不会只有就是把它分门别类这样子，你其实会发现你需要很多的手眼协调能力跟专注力。再来，你把它打开的时候，也会引发你很多好奇心。其实玩具里面有一些很复杂的构造，你也可以从这种构造之中去学习到不同的东西。所以啊，希望大家就是要把玩具丢掉之前啊，一起加入这个玩具拆解的行列，然后一起来保护地球。好，接下来啊，我们要来拆一个非常代表性的玩具，这个玩具叫做麦当劳玩具。没错，麦当劳玩具啊，其实他们用了非常大量的塑胶来做，而且他们其实可玩性不高啦，很快它就会沦为垃圾桶的一份子。但它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声音的，还是有一些电池的，它一并都会被丢到垃圾桶里面。其实对环境污染真的十分严重。之前还有英国的小女孩发起了联署麦当劳跟汉堡王不要赠送玩具这件事情，就是还得到了39万的联署。所以啊，就是麻烦大家要去麦当劳之前要买玩具的时候，你先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假如没有需要的话，可以思考看看是不是不一定要买。而且麦当劳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是它的螺丝，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它其实是三角形的螺丝。我不知道这样看不看得到，可是啊，就是他们的螺丝很特别，你必须要用特别的工具才能去把它拆掉。所以啊，我们现在要来找三角形的螺丝来把这个麦当劳玩具拆解咯。好。好了，终于拆完了，我把它的螺丝都拆完了。可是啊，我发现它根本就分不开，它现在就是只有手这边有一点点裂缝而已。我跟你讲，非常难拆，所以啊，麻烦大家就是要买麦当劳玩具之前，先想一想，因为它本来设计好像就是没有要让你拆的意思，所以啊，就是它其实很难拆。看我就算把它的手打开了，它还只有这样子。然后我们可能只能用那个物理线破坏了。好，我们终于把它拆开了。这真的是非常难拆，因为它在上面的那个卡榫的地方，有些根本就粘死了，就是有些地方它都裂掉了，有看到吗？唉，累死我了。然后接下来里面就比较容易了，我来把它拆掉吧。哦，三角形螺丝，大家来看看什么叫做三角形螺丝，看得到吗？三角形螺丝有没有？他们家的螺丝都是三角形做的，你可以回去看一下你们家的麦当劳玩具，看其实很容易就会看到三角形的，就是好，那我们来拆它吧。而且你看它的电池都镶在里面，就是你一定要把它拆开，你才能把电池拿掉。所以你直接丢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造成土壤的污染。然后啊，就是你看它的背面，就是它其实没有要让你换电池的，就是意思，就是它就是直接让你丢进垃圾桶。
所以啊，就是麦当劳玩具就是要买之前先三思。好，我们终于拆完了，就是帮它拆到清洁溜溜。然后你看它身上有这么3颗电池，就是我们把它取出了。所以啊，那个就是建议大家拆的时候，就是可以戴手套了，因为你会碰到电池、金属等等，有时候可能漏液，有时候生锈。然后我是就是习惯不戴手套，可是我等下拆完以后都会去洗手，所以就是以防安全，大家还是要戴手套。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进行分类咯。那我们就是已经将它分类好了，像金属啊跟塑胶壳，我已经帮它分门别类分好了。所以啊，这些就是另外拿去资源回收。然后电池的部分，就是这3颗小电池，你就把它放到密封的罐子里面，然后等到积多一点以后，再拿去便利商店回收。以上啊，就是我们拆解麦当劳玩具的过程。大家看完拆解的过程，还想要买麦当劳玩具吗？好，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